pass through grass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Beyond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 the knot alone, a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 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5.1，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但是你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什么是假的？它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泡泡。这谁的声音啊？就是你的造型甚至比我的需求重要。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太自我了。每次出来就教育我，我只能忍受。你缺的就是那种共情。你要知道别人为什么伤心，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哇！说这个地方形成就是因为火山爆发了。他怕，但他还是做，非常感动。没事，我保护你，美国来来。他一个人的问题，我要去理解。我是渴望一个长久稳定、互相保持着爱的婚姻。第12天了12了。蔡崇建起床了，哇！早安 ，Hello， 早，好可爱，真的好可爱哦。OK， 哇，OK， 我给你 ，OK。哇，好了，晚点见。有点早，没事啊。其实每天我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不是我体能，是我觉得爱这个威力太大了，让我越来越舒服啊。今天我5点多出来之后，我应该去训练。我来前开始我看见这边的羊啊，我跟他玩了15分钟，我叫他们过来，他们走过来，我都忘记拉近了。所以这些就是同理心吧。你叫他过来，你走开，你是人吗？就是爱让我忘记一些平常我做的事情。我不是不喜欢我之前自己，只是过去我做的太多，现在想起来有很多事情都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挺喜欢这个改变，还有我现在这个状态。早安，早。哎，等一下，有东西给你。咖啡吗？花花吧。哎，送给你的，海上生炸弹。Baby, it's the midnight air. Something about the summer night. Baby, it's the 虽然没有花的丑哦。Good morning. Baby, say what's on my mind. From the starlight just flowing. 早安。是你多云了吗？我是太阳。我昨天是个带问号的太阳。为什么带问号？因为我觉得他的表格写的很奇怪。
我感觉有一点点诡异，但是我说不上来为什么。理想婚姻规划，我当时听的，其实我会有一些不适感，或一些微微的异样的感觉。他提到了伴侣，我觉得那个伴侣跟我没有关系，结了婚就是亲人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爱情的存在。今天的这个理想婚姻规划，我会感觉不太满意。少了一大包帽子吗？哎，小豆，你那边有没有我一包帽子啊？我不是给你昨天拿了个袋子在门口？是，那里面只有2个帽子，我有一大包帽子。我袋子就那些，你的帽子怎么会在我这儿呢？啊，我只是问一下而已，不要应激。我没有应激啊。来了，不是那个意思。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应激呢？我感觉你不太高兴，你刚刚跟我说话。我说怎么可能会在我这儿呢？这不是个小调侃吗？也就是日常的，怎么会应激呢？你怎么会这样想啊？没事，我能理解，我的问题。你不能理解。为什么会一上来就给人扣个这样的帽子？对，因为你上来给我来一个反问，对我，我说感觉，而且怎么会在我那儿呢？这不是很正常的日常交流吗？没事。用反问句是干嘛呢？因为反问他就觉得是刺猬的刺竖起来了。你说出这种话，你当然没事。你不要再这样讲话，不要再莫名其妙给人扣帽子了，好吗？你不要应激，你不要生气，你不要激动，你不要发火，你看这不是莫名其妙吗？来吧。我觉得这句反问没什么问题啊，这是很正常的一句反问。他只要一戴头巾就会变得凶巴巴的了，我发现。一戴头巾了，真的。本来就熊，还戴个头巾更熊啊！有这种事？来吧，2个小时出发。出发啦！哇哦，晒，挺冷的。哎，这何美妍还穿了个短袖短裤，她是不是恼火？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开始穿合适的衣服？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找个巧克力，有没人想吃？谢谢。哦，脆脆的。好了，到了，阿姨山风景区。那个，哎，什么？豆子，没事。哦，你带了外套。他们帮我带的。哇，我就想了你。你就想到我肯定不会带。对，你从来都只是一套衣服出门的。那你为什么不帮我带一个呢？因为我也不知道外面今天会这么冷啊。你想到我不会带外套了，你还不帮我带？这聊天聊的是真费劲。哎，你手上的是雨伞吗？这话问的蛮好的，你直接说就好了。你连这个都想不到，你在，这正常人都能想到的呀。给你，那你打着，你帮我找一把呗。你打着，我去找去。不用你打着去找了再回来给我。唔使，找任何一个支点都能把梁松给翘起来。走啦，大家出发啦！太大了的，抬头。你现在在实验室跟緊急掣啊？我感觉是那种法证先锋，我要去查案了。现在我们法证律政先锋，我们要去查案了。哇，这个很舒服啊，我好喜欢这个。你这是什么姿势？先说。没有，我过敏那个，我不想摩擦它，不然会越来越严重。哎呀，他腿就这样了。搞什么鬼啊你啊！我背你吧，我背你啊，我可以啊，当然可以了。我背你。Anthony 想今天还没有做负重呢，赶紧让我背吧。小心啊，看路。
这个冬天都挺好看的，不冻河，好好看啊！这春夏秋冬都好看，这里的树都会变色哎，好像仙境。哇哦！有書亦有人要求觀景台，上山採摘，小把小手拍，这不行吧你？我不行。哎，我跑上去拍你們啊！跑一點的，太瘋狂啦！你們正常就可以了。我来了，很来劲了。你看起來很奇怪啊！你什麼名堂啊？我想問一下。拖腿跑，拖腿。哇，他真的精力旺盛哦。对。Come on, let's go， 来吧。You feeling better today? 啊？什么？ I said that I feeling better today. 你为什么不说中文啊？ Because I'm just want to practice. 那你跟诗画姐他们练习会更好，他们英语比我好得多。他是想吵架，所以要讲英文。为了避免吵架。对啊。还有米言啊。唉。你等米言啊。他大哥，他是这个赛道的王者。他没有懂啊，米言。不用等他吗？你要知道，这个楼梯可是他的最擅长的项目。哎呦，又说到了。要追他。The King of Party， 楼梯追逐，爬梯界的女王，Party Queen，Party Queen 好劲啊！已经第4天。哦，生理期。第4天，带着疲惫的身躯，依然占领了这个赛道的王者，真的很棒。没关系。这不是在给你鼓励吗 ？Go go go！ 来吧，全油门，出发吧 ，Party Queen！ 哦，诗画也好坚强，坚强。哇，爬梯女王一口气又争先了，真是让人变化莫测猜不透的战术。Come on， 突然没气了。全油，我们差不多到了，就看到了。右边就是最后，这么快？天池，天池。哦哦，好美！这个就是那个蓝宝石吗？现在不是蓝色。你能想象吗？这是一个火山口。哇哦，这么神奇！这如果是火山口，那这个湖水应该是超级深啊。它有300多米深了。300多米，因为它是个 volcano。对，它就算下雨多长时间都是这样，没有涨没有退，真浪漫，你觉得呢？好特别这个地方。就是火山口吧，原来。还有个360的啊。哦，哎，这个有一个是祝福吗？嗯。哦，好吧，写吧。哇，8月8。对，好。嗱，你唔好整親喎。你夠啦，夠啦。呢個你幫我綁喺你嗰個架。好，放。好唔錯 ，OK， 可以。哇，他还是好贴心哎。保护他们。嗯。这怎么写的嘛？这还把名字 Q 在上面。来吧，要走了，不走就冷了。我们的团，人下去会轻松一点，轻松很多。哇，方便面啊！方便面，我想試下。我同你分一個。好啊，我們兩個一個。不，他不吃牛的，我們吃魚，好不好？這個吧，小雞。這個好吃。
你吃，你先吃，你先吃。好，哇，很久没吃过了。一人一口哎。谢谢，很久没吃过。越来越大那个鱼。哇，这个行为很搞笑啊。其实一般啊，吃东西的时候，他会不太会留给我吃的。就是比如说我煮饭了，然后我可能在弄东西慢一点，然后可能有一盘就刚吃光了，他就不会意识到要留一点给我吃。哦，没有分享过食物。这种天气吃个面特别爽啊！哎，其实他从来不吃这些的，他真的不吃的。我其实还没有见过他这么多年这么开心吃一个方便面，他连汤都喝完了，太可爱了。然后其实我都想吃一点的，对，我知道他饿的，我知道他今天早餐没有吃什么，所以我想请他喝，我就装喝吃一点就给他，我只是装，就这样。当他晚上吃的时候，我不吃也没所谓。我们2019年订婚嘛，他说哇他是最开心的。可是那时我做一些事情是不是很全心全意的去做的？过去几天我是很随意的，用心就可以了，这些小事情。现在我们其实挺放松的，就是这些我觉得很舒服啊，这个以前从来没有的。我去洗手先啊。好。哎呀，得意嘅粒，嗨！你知唔知我識得叫佢哋㗎？你懂得叫他們？我俾你睇啊！上次學的那個。沒反應。可能对他们没反应，是迷路的，对，不是一种路，对。哎，來了，他們來了！你看他們來了！哦哇！超靚啊！仲有個 Bambi 都好靚，好大隻啊 Bambi。但隔咗個網啊！幾靚你睇佢，好靚啊！大隻睇個角。哇，白的。啊 ，BB 啊，有隻 BB 啊，嗨，走近啲得啦，差不多，他們在等啦。好啦，好啦，好啦，走啦。好靚啊你哋，上車吧，上車吧。拜拜。今天心情不錯。我覺得爬完山上到頂的時候是非常滿足的。對。我現在沒下雨了。哇！谁呀？郭柯宇啊！郭柯宇啊！哇，郭柯宇！我觉得我跟张赫之间有可能啊没有爱情，他喜欢的也不是我这样的，我喜欢的也不是他这样的。我的世界他进不来，他的世界我也不太想去。郭柯宇回来了。没有爱情怎么了？有爱情又能怎样？有爱情能好好的道别吗？哎呦天哪！哎呀，你拉着点我。怎么了？哎呀，好甜啊！哇！对，这样你暖和多了吗？郭柯，未来的日子过成你喜欢的样子，一定要过成你喜欢的样子。不爱就不爱。谢谢你这10年把我保护的挺好的。师傅，停一下。谢谢。
亲抱抱子抱他们。我也有动。你们俩现在就又哭，这个又哭了，还是有点感动哦。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漫长的一生里，会有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亲人的、亲子的、爱人的，但是爱和分别其实是不相悖的。就是还有一位，艾薇，艾薇。你真的不能打麻将了，你再打一次打麻将就代表我们离婚了。当然我知道他挺担心我的，但是很多问题我没有在告诉他，因为心中有很多压力。我感到很失望，你还是选择了打麻将。一直我脑袋里面为什么他选了麻将不选我？我能做的是什么呀？天呀，我真的不知道啊！这是他情绪最激动的一次。无論諗到咧，唔離婚啦，唔離婚啦。Lisa 生病了。我们亲一个吗？我们解决婚姻的问题不应该用大脑，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爱去解决。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本节目由爱他美领益赞助播出，超400倍母源自护菌。蹲现场，10点半开抢，用动感地带芒果卡重逢热爱，直达现场。教科书籍一样的标准，才能成就不一样的好作品。米其林星级一样的标准，才能出品不一样的好滋味。最好的自护力就是妈妈给的，妈妈一样的就是不一样。母源自护菌源自妈妈，爱他美领益，添加400倍母源自护菌，尖端科研，更强续航，帮助激发宝宝长效自护。妈妈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爱他美领益，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他比那时候还年轻一些，好像真的状态不错。你好，艾薇哥。哎，我是郭可宇，不要叫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近况如何？还行。因为主要是出太阳了，下了一天的雨。对，太阳终于出来了。我刚才来的路上听他们说出彩虹了，好诗意的，还是这么文艺啊！现在还没看到，但是天晴了。对，就是想说，Lisa 姐离苦得乐了吧？她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放心，如果唔係再見愛人呢個節目，我唔喺翻佢身邊，我相信會發生嘅事會仲難收拾。上天係安排我去打救我太太嘅，甚至乎醫院都同我講嗰個成功機會係好低好低好低，但係我安慰翻醫生，我話醫生只要你有信心，就有奇蹟出現㗎啦。因為我覺得自己有一個
使命就係要救我太太，所以任何諗到嘅方法我都會盡量去做嘅。咁今次喺 Facebook 嗰度呼籲就都可以講話一方有事八方支援啦。有时候人生是很难说的，对，你也知道了，透过剧组，我跟 Lisa， 我就是我的太太，又在一起，但是原来可能是天意弄人啊，又在一起，然后结果斗不过上天的安排。我今天刚才在想那个彩虹出来，我过来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想到你们在第二季录制的过程中，当时 Lisa 姐。我对不起会提到他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会突然有高反，再加上他本身身体上就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对，然后因为你们那种很小声的在他耳边说的那些话，唤醒的能量吧，我觉得是有时候超出我们自以为是的人的认知的，所以有时候那种东西还是非常非常疗愈的吧。看到彩虹，我不但是想到 Lisa， 我就想到 Lisa 跟沙西米，就是我们之前的那狗狗。他们应该在一起的，应该很开心看到我也算是放下了。因为我是一个演员嘛，你也是演员，对不对？我们演员控制情绪就是我们的技能，所以面对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那个抗压的能力也必须要比一般人强。我觉得他是在给自己打气呢吧，因为从小来的时候，他的那种难过、伤心还是在的，他会想控制好自己，但是我反而觉得他更真诚，就是他不会说我一定要说一些什么，或者我掉下这个眼泪。我觉得他对Lisa姐的这种祝福和缅怀是扎在他的心里最最深处。所以 Lisa 跟我们的狗狗沙西米应该是很开心。他们这样化作一道彩虹过来，先把你罩住。还有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想到Lisa姐啊。其实不用特别想的，其实每天他都一直在出现。譬如说我要到香港去，然后到香港的一个地铁站，我要再转车。然后我一看到那个牌呢，我就想到他的了。他因为那时候他进了医院的时候，我每天都去找他。我坐公车，然后又想到，我们商量在哪一个站下车，基本上是基本上他是没有消失的。然后我的狗狗也是这样子啊，半夜我起来去尿尿了，它就睡在我的枕头上面，因为我现在的枕头的位置就是 Lisa 睡觉的位置。他喜欢闻着Lisa 的味道，他就一直在，他也不会去撕，他不去撕，他只是在好像是怀念妈妈的那种动作。所以基本上我不能忘记他的，只是把这个伤感
放下，接受。但是有些时候，当然了，比如说一来一个剧组，他们一说起，我也控制不住，就是你由他来，由他自己来吧，忍住就忍住，忍不住就忍不住，忍不住也没办法。我突然觉得，好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感情，不管是爱也好，还是怨也好，还是不甘也好，他其实在一起的形式有各种各样的。Lisa， 我就把她的骨灰撒到大海里面，然后我是住在海边，然后我每天跑步都在沙滩跑步。然后我就会你跟他打招呼，哎，不要烦我，就是那些海浪也是代表他的声音吧，就是他其实没有消失过，只是以另外一种形态去存在我的生命里。We count from 1 to 10. You're very special. I'm grateful for that. 你好。你好，你好。很多天没看见你。Of the sky, we hopping the rainbow. 来， Up to the sky. 送你一朵小花，衷心感谢你。这次跟我一起来，好，非常谢谢。其实我有想，可能我很快可以离开，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是个解脱。打手板。When you fall down, some moments will be in the dark, then go away. And I wish I right here. Life's like the fog up in the sky. Stays right away. I want to spend all that time walking with you. Inside the shining memories, come back love me, times as the clouds. 这个好像我们以前家里一样嘛，我们家里都是有一个花园嘛，我们周边都有很多花花草草啊，还有每一天我们都是感受天气很好，阳光很充足啊，都是蓝天白云。所以这个我们生活里边就很简单，很快乐，幸福就在身旁。哇！哇，冥冥之中啊！我找不到特别合适的那个字眼来，就觉得也挺美好的。祝你们都，而且特别好的一段缘分。这有点特别的安排了，这段缘分上天安排的比较特别，非一般人啊！怎么哇又复合啊？复合又分开啊？又啊不是还有生离死别那种，命运就是这样子安排的，没办法。但是也要谢谢《再见爱人》的剧组，把我和他又复合在一起。要是想想，如果没有这次复合，有可能他也会发生问题。他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他肯定不会找我，他肯定不会爱我。微微，他叫我微微，哎，微微，我发生问题啊，你能不能帮我？他肯定不会这样子，情况会更糟糕。
所以你看上天安排些什么事情给你，你就要好好的啊，我应该怎么去应付，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我们都能可以开心过好每一天。对，然后让身边的一切都开心。对，我为自己定下了3个目标。第一是今天要比昨天强壮，然后是今天必须要比昨天优秀。然后第3个呢，就是我要令我身边的一切都开心快乐，这个是我的给自己的任务。因为我发觉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留意到自己其实有些时候是不开心的。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我的嘴巴会尖起来的。我就发觉怎么我的嘴巴又尖起来，不行，我要令身边的一切都开心快乐。为什么说要一切呢？因为你身边不单是朋友，不单是人的，狗狗也会的，花草树木它们也有生命的。如果你骂它们会死掉的。但是你把你的爱、你的开心传播给他们啊，你们很乖啊，他们就会长得很开心。所以这3个就是我现在的任务，每天的任务，给自己的。有什么话要叮嘱对方？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离开，整天都哭了。我都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上传下去吗？不要因为我离开，每一天都不开心吗？我看到你状态特别好，精气神特别好，我觉得丽莎姐也会很开心的。当然，很开心的。我现在在那个平台，我每天都放一只手在天上，然后写一句诗句那样子呢，就是好好感谢和抓紧每一天。每天都写，每天都写，就代表我没忘记我每天要做什么。感恩是很重要的，尽管是雨天、晴天、阴天，都是好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呢？你最近也是还是在演戏，还是怎么？我就是还是大部分的时间工作。做了很多工作。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柯宇。欢迎来到红毯的是展映影片《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剧组。大家好，我是郭柯宇。最佳女配提名。然后寒暑假尽可能相对工作少一点，然后陪陪孩子。你们现在都是分开的，是不是？哦，对，分开的。我以为是你们是复合了。没有。没有，就是我自己个人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好像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美好的道别。把这个道别更美好。对，通过录制节目的这段经历，让这段很人生的宝贵的旅程的分别，画上了一个特别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句号吧，很美好的句号。要谢谢《再见爱人》的节目组。对，是的。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对对，然后包括我家里还有一本这么大的一个留给我们各自的相册，然后里面有我们在新疆的，有骑单车的，有爬山的各种瞬间的很珍贵的一些照片。有时候孩子也会看，我觉得，那些发生还是很美好的吧。吗？这个地方就适合特别慢的生活，就是你过来疗养那种，就什么都不想，然后慢慢悠悠的。对。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你们的诗也挺好的，干一杯，以后干杯只为手中的酒。许多人中途离场，许多羊抵达了黄昏的草场。好了，我看太阳也哇，要落山了，不知道待会儿太阳落山了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带到我们各自的那个小故事小屋。不但是故事，是希望有什么结果。结果最重要。反正聊一聊吧，兴许我们也能学到一些别的东西，通过他们。好，也是时候进去了。好，我们走过去。哎呀，这里，一切顺利。好，一切顺利。哇，缓一缓，满满的回忆啊！是的，挺感触，但是也感叹一下，是真好。就像那个艾薇哥说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经历了生死这种，就真的是好动人的故事。我刚看到艾薇哥，好感人哦！原来爱是超越生死的存在，它不会消失，它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他刚刚那个。就握他的手那个，我整个就另外一个层次了。我觉得哇，好感人。艾薇给我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我觉得就从他那儿你就想起来一句话：生死之外无大事。还有郭柯宇一张嘴，我就觉得是像文艺小说女主角在说话似的。再见爱人的白月光，永远的白月光。这样的状况，就这两个人的故事，你看，一个是复合了，一个是仍然是走散了嘛。爱的样子它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好好的告别，有的人经不起风霜雨打的，有的在挑战和考验当中反而升华了，就是它像生命一样是奇妙的。这两个嘉宾，包括郭柯宇当时最后的下车，然后艾薇跟 Lisa 姐就是在山上的。我当时看在家里面爆哭，这两个真的就是再见爱人，我认为我看到现在的最爆哭的两个点，而且是向上的那种，就是他让爱要么升华了，要么深化了。嘉哥，我刚刚看到你，我也想问你呢，因为你两季都在，既经历了郭柯宇他说爱与分离。不矛盾，不相悖，也经历了他们穿越生死的爱。对，你的感触应该会更多一点。我看到郭柯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状态也非常的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画面，其实是张赫在吊桥上，刚才对着海说：“我希望你未来可以过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就是爱情是什么？爱情是祝福。爱情是我们哪怕不能在一起，但依然希望你好。
它就是一种这样的力量。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年轻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老了以后是需要互相担待和搀扶的。Lisa 跟艾薇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爱情最终的那个样子。你看《再见爱人》的节目结束，他们意识到自己互相还是彼此最重要的人，然后走完这一半，然后真的老天所有最好的安排，就这些东西都是人生中我觉得是太难忘的、可贵、宝贵的画面了。嘉哥嘞？我一看到郭柯宇出来，我就想到我们第一季我跟胡彦斌两个人坐在一起。哎，我现在也想坐到你身边抱着你。我们就这样坐在一起。怎样？我走。来，我走。互相这样支撑着，然后就哭。哎呀，我就说那满满的回忆。到第二季呢，就是我想看又不敢看。所以今天的片段我真的是第一次看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触。我觉得这种穿越生死的东西一定是击穿我心灵的，因为确实 Lisa 离开了另一半嘛。我在看到后面，她说每天拍张照片对着天空，然后她要告诉自己立了3个目标。其实我就想到了他们做的这个理想爱情规划书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家谁先走的话，你该做什么？我发现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也许这就是理想爱情的样子。不过再就是我们这2对要赶过来跟艾薇跟郭柯宇见面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爬山啊，发生了一些小意外。美颜今天的状态啊，好像从一开始就开始较真儿似的。对，美颜是揪住一个梁颂的点就把他撬生气的那种感觉，他一直在找支点，还是头巾和那个婚姻规划书这个气儿没顺过去。对，我觉得美颜虽然今天她一直找茬，但我还是觉得她的这个跟之前有一点区别，就是她不像以前我追着你，我要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他们2个的那个应激程度都下降了。只要一方停下来，对。那另外一边呢是甜甜的 Anson 跟诗画，他们说是很松弛的一天，而且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说分享了那个泡面，而且诗画呢全部把它吃光了。对。还有一个就是他运动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中途扔下了训练跑去斗羊了。他自己说这是一个不常见的事情，对，滋生起了的爱心啊，他说可以让真的太有用了，对，可以让他放弃他平时一定要坚持做的事情。是，所以今天在一个雨天，他们回到了一个温暖的那个线索里，对吧？而且他不光是回去，是新的在建造的，就不知道他们能走多远。对。昨天他在跟那个马互动，然后诗画非常开心，正反馈再来一点，马呀、羊呀、鹿呀，我跟动物多互动，诗画就会开心。这个可能是这样的改变，诗画也很欣赏这一点，他的坚持。哎，他获得快乐也好简单，其实我都给他吃了。那今天这个等一下见面，我很期待。这一季的嘉宾多多少少他都会看过以前，倒过去，然后看看以前的《再见爱人》到底嘉宾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点亲切感，是有点像学长学姐吧，对吧？对。好了，我们来看看他们同框好不好？好，来吧。好了，到了。OK， 来了。哦，这搁这儿吃呢，咱们。哦，在这儿吃。在那王门口。换个厚衣服。吃饭了，吃饭了，来喽！啊，好香哎！哦，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抓吧，抓吧，抓吧。哇，有面呢，冷面。得啖飯啊，一啖飯。要面嗎？唔要。夠唔夠？哇，這飯好香。有杯。哇哦！哇，你看這個月亮挺漂亮了。哇，好圓啊！
好圆，有个波一样，像球一样，一个球一样。哎呦，那今天应该是正15了哎。你看，这个波，这个球一样圆了。那个波。任务卡来了，哎，心情很好哎。哎呀，爱人传送门，见见过来人，听听来时路，看看我自己。今天有2位再见爱人网季嘉宾加入我们的旅程。哦，请选择你要进入再见爱人，还是再见爱人的房间，与他进行1对1的私密谈话，每人仅拥有1次机会，每次对话限时30分钟。哇！再见爱人还是再见爱人？这是这一季的新的设计，新的吧？新的。我觉得你就是想选你之后这个过程之后，你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对，就是看看他的心路历程。对。我知道我想选什么，我知道了。那我肯定选。我们要说吗？不说吧。不用说啊，不用说。谁？那我先走啦，我赶时间，因为我很想跟他聊啊，我知道我去哪啦。那你去哪啦？加油啊，宇哥！他应该是再见爱人吧？他肯定是要合的。我最想进的房间是再见爱人，因为从第一天我来，其实我都想看一下，我能不能跟他再走在一起。你好，我是施华的，不好意思啊。你好，你好。我现在在理性感性在吵架，我就可能需要一些清醒的人跟我说这样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海威哥你好。哎，你好。我想要的是家庭和睦，我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有解法。然后我也要问一下老师，我这样子的抉择合不合理？因为我习惯了依赖他，所以我会害怕他抛下我。但是我现在不会那么痛苦啊，我甚至可以在他丢掉我之前，我先走，先丢掉他。车重建，香港来的。我是九龙来的。我知道。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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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弄完啦。都是香港人。你是歌手是不是？对对对，自己做音乐的。然后就是，今天我去，然后我小时候也看过你很多戏。哦，是的。会不会认错了？那个是我爸爸。没有。哦，你很年轻哦。我不年轻了，我48岁了。对于我来说是年轻。你多大？你猜？65、67啊，厉害，差不多。你很健康啊，看起来。我每天做100下俯卧撑。哇，100下。我是10下一组的。还要做什么？除了俯卧撑之外？收腹、跑步。之前法哥周润发也叫我去跟他们一起跑，我说那我不行，你们跑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太远了。听说你也是他的教练是不是？哇！你也要去跑吗？我带他去跑。是你带他去跑的。一开始他是来跟我健身的，他来我健身房。对。你就做的成绩就是非常厉害啊。谢谢，还有空间。安森，我等人问我很久了，真的，骄傲。好了，那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你是华，我之前也有跟他合作的。哦，是嗎？拍戲。拍戲。我真要好好咁多謝佢啦。細佬有個咁緊張你嘅老婆，你真係幾身收到啊！你又要錫佢多啲啊！有對過戲的。
那我说说我跟希娃她怎么样？我跟她2016年认识的，之后我们在2024年年底我们就分开到现在。那为什么要分开呢？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就是我伤害他太深了，因为通常伤害，对，怎么伤害？态度上，有时候跟我学生去，比如说洛杉矶训练，有时候我忘记告诉他，艾薇惊到，对呀、怎么会忘记？就有点过分了。怎么你要到别的地方也没通知他？对，因为这个接受不了啊。对啊，所以我才来这里来提醒我自己，看我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我买很多，我跟他聊了，看他喜不喜欢我才买的，买什么？第一个是我买房子，在香港吗？在香港，没有告诉他，我就买的。但是都不是最重点，重点是我先带他去看，他说哇房子都可以，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剧。那你怎么还买呢？这就奇怪了，他已经告诉你我不喜欢，我的理由就是这个价钱我觉得我负担得来，但是他不喜欢啊，你觉得是对吗？完全不对，所以过去10多天我就是反思我自己嘛。每个人都听不懂他在。对，大家不懂他的逻辑。Anson 有可能他是爱自己比爱他女朋友多一点，他这样子做只不过是不想有所缺失。听说你们常常争吵，是不是？对，其实我是很不想要去争吵的。我们有3个女儿了，其实我们2个好的时候是特别好的一个状况，坏的时候就特别坏，坏的时候就很糟糕。然后这个东西的问题啊，糟糕到什么情况？情绪上来以后，他会不停的升级，他会觉得我有别的歧义在攻击他。即使你没有，对我当然没有了，就是无休无止。有的时候我就经常，有的时候我实在是就很窒息。梁松真的从来不谈自己的问题。那为什么不离婚？3个孩子啊，我想把它经营好。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是什么问题呢？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问题？就是在我看来，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高度敏感，他对我的掌控欲是很强的。那我就发觉一个问题，你一进来，一直在说他的问题，别会抢答了。对，我想听一下你的问题是怎么样呢？我就觉得我的问题就是我不够包容，不够包容。我老婆，其实60岁人才去离婚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事情。其实离婚我只不过是想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你真的不能打麻将了，你再打一次打麻将就代表我们离婚了，你再打一次就代表离婚，我不会再说任何一句话。算了，其实伴侣没的爱人啊，都情况差不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问题，然后你要证明是对方的问题，你就加强你这边的立场。所以我问你有什么，你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你就说我不够包容。应该不止吧？
是不是挑了个最轻的？不够包容不是一个缺点，肯定你有一些缺点，你自己还没发觉，然后形成他的心理不平衡。他现在是不清醒的，我也有不清醒，就是我把责任都怪在我太太身上，这个是普遍问题发生的时候一种不负责任的通病，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为什么会生孩子？我是当时我跟他在一起，我决定就是要了这个孩子，其实是意外怀孕。意外怀孕呢，可能证明你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有责任的人。你说责任我是绝对有，但是我没有什么计划。没计划就是没责任啊。哇哦！你觉得如果你们分开了，会怎么样呢？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尝试的办法。距离产生美，因为我跟我老婆是24小时在一起。距离产生美是要让大家都有一个空间。对。那我开始有一点头绪。你是什么问题？你是把责任都放在他的身上，你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怎么理解，老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坐下来，你就一直批评他，然后我就问你自己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不够包容，所以可能这个就是你最大的缺点。你不停的批评他，当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想把责任交给他。其实我其实就是节目组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坐在这儿跟您聊天，我其实真的是想要了解一下您是怎么样去转化这个之前和之后的，往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发掘，问题永远都在自己身上。不要投诉。我开始的时候一直在说老婆，是我老婆不对，是我老婆不对，情况跟你差不多，然后就听他们的提醒之后，所以那个麻将的问题解决或者不解决，它都是你们2个人的问题，它并不是 Lisa 姐一个人的问题。我其实是不想再吵，比起我不想照顾她是多一点。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你说我知道问题没有那么大，但是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在这个旅程里边，可以说一些你放下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心里边有放不下的一些感受。这个我可以试试。我现在也是，只是在提醒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个情况。逃避是不是你推卸责任？只有你自己心里面明白，其实自己肯定是最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一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让自己完完全全的接受、理解，并且知行合一的去执行。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这个点。我给的忠告就是要首先要回想一下你处理之前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处理，你要想出一个跟之前的方法不一样的，就看看有什么效果。老师，你有尝试这样做吗？有，是有用的。有用。我曾经用爱去解决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当你原谅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个受益的人就是你自己。这个一下理解不了，需要一段时间。冇諗咁多啦，唔離婚啦，唔離婚啦。那一刻真的爆哭，感觉很珍贵。
因为已经失落就3-4年了嘛，没有这个感觉了嘛。但是昨天回来了嘛，所以我感觉人生真的很奇妙，你没办法想象事情，它总有机会给你解决方法。但是你欺负我怎么样好，我都永远站在你旁边。微微，我从这个窗口看出来。鸡翅膀要不要？好啊。不吃鸡皮了，只吃这个吧。有冇帶羽絨啊？有冇帶多對鞋啊？有冇帶羽絨背心啊？羽絨背心着喺裏邊先暖噶喎。好看，公主，好像有點奇妙，終於在這段旅程當中改變了自己的主意。原來他是那麼愛我。我們真的可以打開心窗，知道大家都很愛對方，我感覺這個是我最開心的事情。打開心扉，你越打開你嘅心扉，你就越攞得多。從愛出發，永遠錯不了什麼。這句話講得太好了。我必須要重新去，我不能只去愛他可愛的好的那一面，和我也要愛他。對。我要接受他的所有的这一切，让这一切哪怕是不好的，也如果是我可以用爱的角度去看待的话，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可爱的一面。对呀，试试看呢，方法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了。其实每一个爱都可以重来的，只要你放开，用另外一种出发点去处理，没有不可以重来的爱的。这个话他说分量不一样，对，真的。我跟我太太的爱也是重来，但是到最后不能重来是天意，我们控制不了那个。那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就突然就明白这个点了？顿悟，最痛苦的时候就这大彻大悟的时候了。其实你这个时候也会是随时会顿悟的。每一个老师他都有这个表情过。说得对。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判官，其实不应该。我们不应该去判断你是对，你是错，没有对错。Watch, don't judge。哇，这不是他自己也喜欢说的话吗？哥，这话太大了。说实话，我听得有点迷，但是他说的话有道理。之前有没有提出过要分手？有的，其实最后1年半有多少次提出过？前几天我们想起来大概20次吧。20次。有的。20次分手，在8年之内20次分手。对，是20次吧。就是1年1个季度分1次。哇，28，哇，很多的。因为通常都是我承诺过他的，做得不好，他跟我说应该是这样，我每次都说哦可以了，我知道我错了。其实过去我现在才明白。明白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进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想他原谅我，我都不知道问题的重点在哪儿。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跟他一起了，我要爱他，我们也是一家人，要一起住，那应该可以不用管他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觉得是这样的，那时候。那你到底有多爱他？到底有多爱他？当我们分开的时候，我知道我才知道我有多想念他，有多爱他。我可以这样说，我从来都爱他，我可以继续爱他，我可以不改的，我可以装我改的，我可以装的，很多人都装的。我来学一些问题我过去没有的，我来做一个更认识我自己，怎么爱一个人。
改变，是我自己去感受的，不是你们说的。我不喜欢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的。我跟你说，我喜欢的我一定做，就是这样简单。我是一个很直接啊！哇，我突然间感觉很酸，很酸是你们给我个机会，让我更懂我自己。我怀疑你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人，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你每一次分开，你的重点是我要把你找回来，你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可能也是我的一部分。你目的不是要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你的目的是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这是有分别的。你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你要多深入去想。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你把你自己个人放在中心。他说这个地区我不喜欢，但是我喜欢啊，我够钱啊，这房子够大，你喜不喜欢完全不是我的问题。你之前对他很好，你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拉进你的生活里面。而当你把他拉到你的生活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就放心了啊，到手了，我不用再怎么去爱他了，怎么去就不用那么在乎他了，想他在想什么，会不会是这样子？你不用告诉我，我不是想改变你或者是什么，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的经验告诉我，很多人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自己，完全是从我一个以我为中心出发去想，不是，这是你自己去想。我在我差不多，尤其是有名气的哇，万千宠爱在一身，其他人对全部都经理人啊，做手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点都在你身上，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很容易忽略，所以艺人很容易有婚姻问题的。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个问题？是的。知道这个点很重要，我先明白我自己其实是你一天24小时，每天起来你就看看自己，我哪里不行啊？不行，我要加强这里，全部都是出发点都是为自己，然后你在思想上就习惯了，我只要解决我的问题，自己的问题为主，别的人不是在重点。这个是好，这个你自己去考虑非常好的点，让我来思考。他这个点特别好，他就是说我的工作就跟他们艺人差不多，自我中心，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从身边人的角度去看他的问题嘛，所以刚刚威哥他都是艺人嘛，这么多年，所以他讲出来很有说服力。所以我非常同意他这点的，感谢，希望可以帮到你。我也学这些我不懂的事情，跟他对他公平一点，
因为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不多，所以呀，我回去会想认真的思考怎么样做下一步。我很开心在这里跟你聊天。替我问候他一下吧。一定，谢谢。啊，希望能够有帮助。一定有，这个点很重要，对我来说。好，谢谢。好，我跟他说一句。好，再见。不谢。Anson 的自我是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跟我有一点分别，我是推卸责任，这个其实一定要清醒。嗨，嗨，點啊？有個老朋友想見你。哦，係咩？係啊，我帶你個去。朋友想見我啊？對，想跟你打個招呼。好的。這邊。你啱啱傾完啊？剛剛談完了。哦，我談得怎麼樣？談得很好，很好建議。很好的建議。好啊 ，OK。係你啊？點啊你好嘛 ？OK 啦，你 OK 嗎 ？OK。誒，攬一攬先，都好唔好啊？我哋次次見面都係都好 surprise。我們要講國語對吧？對，講國語。有點驚訝的，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是本來是有一個親密的男朋友，這麼多年，然後又我知道的時候已經是分手的時候了。你剛剛跟 Anson 聊完了，你最近好嗎？你在香港嗎？都還是你現在不住在香港？在香港。你 OK 嗎 ？OK，我可以說是放下了，但是我絕對知道我要做什麼，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開開心心、健健康康，活得精彩。對。而且我覺得我們所有人最後肯定也有機會再見。怎麼啦？你跟Anson聊我覺得他是也有些誠意啊，他比我更有誠意，真的。我剛才就是跟他提議，你自己檢討一下，是不是自我中心？對，因為你所有每天的 focus 都在你個人。然後我說，你就是你，你是不是把他當作兒子一樣照顧他？我就像好像媽媽一樣，他本來個人是比較自我，因為全部家人朋友都會即係好就佢，對啊，小霸王，對啊。其實是這樣的，他其實看了我，好像是我是一個完美的一個伴侶，他就覺得你又長得漂亮，然後你事業又成功，又獨立，又能照顧整個家庭，我還把他跟媽媽的關係也弄好，就是我感覺是所有東西都可以處理，所以他就覺得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人，他就不想失去我。但是他每一次改變3個月最多，然後就回去。其實你對他更了解，實話都知道。其實真的可以感受得到的，兩個男女朋友在一起，他有多愛你，你有多愛他。Lisa 跟我上一次，來我們分手，再從一小小的事情上，我們去爬山，他那時候的肝臟也是很大的，基本上他不上去，他也不沒關係，我也要上去。那一刻我就想到他是真的非常愛我的。喂，呢邊嚟，呢邊，慢慢來啊，喂，你醒啦，哎呦，不行。爬山那天當中看到他是為了挽救這段婚姻不顧一切。來，送你一朵小花，衷心感謝你。上山容易落山難啊。所以其實那一刻我已經有一個差不多要考慮復合，然後他在我忘記的是第2天還是第3天，然後他得到那個高山症，發高燒，然後我就我必須在這個重要關頭去下一些決定，而且不能反悔。果然我就跟他說了，
好了不离婚，他马上退烧消了。现在说起来就好像是不关自己的事情，还可以笑着说，但是不是啊。我确实是这2天我有感动的地方，我也想牵他的手。他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他就是个小朋友。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够祝福你，希望一切都是最好的决定。祝福我，所以还是没有答案了，太难了，感情就是这样啊。好的，那我们之后再约一下见个面。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开心见到你耶 ！Take care。You too。好了。好啦，拜拜。拜拜，小心。艾薇哥很柔软，很舒服。我叫美妍，你好。我经济上依附于他人，我会觉得我的配得感特别低。如果你都没有自尊，你哪来的自信？你怎么可能找回你的事业？一针见血，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他有过类似的经验。所有的嘉宾都好喜欢他，是不是真的是在节目里面更美好展示出来？某种程度也是你爱他的点吗？各有各的痛苦吧，真的是情海里翻腾越的带。昨天写完之后，我都没有跟你好好的聊我们2个人。手拿的什么？伴侣在你的整个规划书里，只是一个需要存在的家人。你能理解我这个话吗？教导主任拿着作业来给你批改了，不饶了，真的好吓人啊！我觉得你是做不到，为什么呢？我的爱就在这儿了，你每天那么，我没有，我又不是。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这太刺激了。好，这个也不重要，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的问题。那你爱我吗？你觉得爱一个人是这样的吗？你怎么成就我成为更好的人？你怎么做呢？这跟我到底想成为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真的要逼疯掉了。这一刻我好同情梁松，真是上头了，上头了。我实话实说，我不欣赏你，很伤我。完了，要崩了。这种话也是不该说出口。我真的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人和人之间真的能沟通吗？秋冬感冒、流感防不胜防，要为全家人做好健康攻略。像宝宝的感冒药、退烧的布洛芬、流感的特效药、止咳的川贝枇杷膏等家庭常用药，我都上美团买药。现在能领88元健康补贴，拿不准吃什么药时，还可以在线问医生，更方便更省钱。滴滴答答，时针一响，都很冷酷。最初我们结束这相处，而我此刻却拿不住你眼泪的去处，就尴尬说出，要不我们再处一处。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在，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
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在，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家里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里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百度网盘，搜索在家里人5，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